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却总在生活中毫无顾忌地挥霍自己的身体。人这一辈子想要真正的健康，千万不要跟规律对着干，否则你一定是输家。接下来的内容你一定要认真地把它听完看完，否则你一定会后悔。这可能是我们通往健康路上最廉价也是最有效的一个健康法则，它本身就是人人能够做得到，但确实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个养生方法，所以你一定要记得把它保存起来。俗话说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听过这句话，这本身就是我们人类应该去适应的一个正常的大自然的规律。那我们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如果我们去遵循与生俱来的作息规律，那我们的身体才能健康，否则我们只是自己在给自己找麻烦。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。如果你能把这个视频看明白，你的身体慢慢都会恢复起来。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，用心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耐心看完这个视频。黄帝内经的讲，夫百病之始生者，必起于燥湿、寒暑、风雨、阴阳、喜怒、饮食、居处。又说百病生于气也，气就是情志，怒则气上，喜则气缓，怒是发怒，喜是高兴，悲则气消，悲是悲伤，恐则气下，寒则气收，窘则气泄，惊则气乱，劳则气耗，思则气结。这些话说尽了人所有疾病的来源。灵妖，病生于气候，当心空调和人造气。黄帝内经上讲，生于风寒暑湿燥火，就是身外的气候会导致疾病。过去风寒暑湿燥火是纯自然的，但现在时代有了变化，我们现在的风除了自然的之外还有风扇，寒除了自然的之外还有空调，冷气，热除了夏天自然的热，还有冬天过高的暖气。这些人为的东西虽然好像让我们感觉更舒服了，但是很多都是逆天而行的，逆天就会造成身体的问题。黄帝内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人体内在也有四季和节律，天热的时候阳气发散，就会把里面的阴寒释放出来，天冷的时候阳气内收，我们养精蓄锐，来年才会更加健康。人要吃五谷杂粮，守四季阴阳，人的身体状态不能够保证每时每刻都那么理想。我们身体里会有阴寒湿气，阴寒湿气要借什么力量发散出去的？借助天地的力量。夏天来了以后，人的汗毛孔都打开，大家要适当的劳作。虽然说不忘坐牢，但是要坐牢，要有运动，就会出汗。出汗以后，人体的水道就打通，把很多的隐患排掉，这是机体自己在调整。自然需要热，人身也需要热，这个时候阳气向外发散，就把内部的东西带出来。人要顺，所以黄帝内经
里面讲到，夏3月是无厌于日，夏3月我们最讨厌太阳，但是又明确告诉我们不要讨厌太阳，这就叫做从之，因为人类健康的活着需要太阳。然而现在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图一时的安逸和舒服，夏天一到，很多人空调温度开得很低，该发散的季节，外面温度却低了，那人的阳气往哪走，就往里走，这就叫做逆，因为跟天的道路相反了，逆之就灾害生，越来越多的妇女痛经、宫寒，大人小孩手脚冰凉，气喘、肺病、头痛，这些疾病都怎么来的？就是这样来的。02，病生于阴阳，夫妻关系和谐很重要。为什么《黄帝内经》讲生于阴阳？生于什么阴阳？最大的阴阳是男女，男女最大的关系是什么？夫妇。很多疾病怎么来？是从夫妇那里来的。孔子讲的阴阳之道，法端乎夫妇。中医讲阴平阳秘，精神乃至，阴阳离绝，精气乃绝，阴阳要和谐，也就是夫妇要和谐。然而现在有几对夫妻不吵架，现在很多夫妇不是你埋怨我，就是我埋怨你，男的猜忌女的，女的猜忌男的，男的出去了，女的在家坐不住，不是相濡以沫，而是相互怨恨，这样阴阳就不协调。阴阳不协调是疾病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很多疾病实际上是由这条路上来的。《黄帝内经》中的生于阴阳讲的就是这个问题。夫妇不好，阴阳就不好，阴阳不和了，那么生出来的子女又在这样一个阴阳不调和的家里生长，这个子女不可能好。现在很多父母带小孩来看病，反复的看，中医也好，西医也好，治好了以后又犯，实际上根源在哪里？在父母身上，在阴阳身上，这一点需要大家高度重视。和谐的家庭就是和谐的阴阳，就是阴平阳秘，精神就乃至，形神才能够健康。这一点弄不好，吃再多的保健药都没用，什么口服液都不好使。03，病生于喜怒，情绪是健康的关键。天有五行与五味，以生寒暑燥湿风，人有五脏化五气，以生喜怒悲思恐。人为什么要法于阴阳呢？因为人跟天地是一个整体，人的情志实际上就相似于天地的六气风寒暑湿燥火。生于喜怒，就是生于情志，情志是很影响健康的，情志太过或者不及都会影响健康。寒暑燥湿风是外五行，外五行可以治病，喜怒思忧恐是内五行，内五行也可以治病。王善人王凤仪是东北的一位老人，1937年去世。他生前是一位一字不识的农民，可是非常了不起，他类似于中国禅宗史上的六祖，六祖也是一字不识，但是后来彻正本性。在王凤仪的学问里有一门很重要的学说，研究我们的情志、心性、
心理行为跟疾病的关系，我们的心理行为直接影响健康，至少有 50% 的疾病是由心理行为不健康造成的。王凤仪将不健康的心理行为归纳为5点：第一是怨，喜欢埋怨人；第二是恨；第三是恼火；第四是怒，容易发怒；第五是烦，怨恨就伤心。循环系统的疾病跟恨是有决定关系的。恼这个情绪伤的是呼吸系统，肺；怒就是肝系统，肝胆。怒包括闷怒、郁怒、大怒等，这些在中医也是属于肝系统。烦，女同志喜欢讲很烦人，觉得很烦，烦就是肾上生殖系统的问题，烦这个情绪直接伤肾。04，病生于饮食，冷饮会伤元气，饮食包括食量、饮量的问题，尤其现在饮酒的同志，感情深一口闷，这个对身体不好，包括寒温无节，大量进食生冷、冰冻的东西，非常不好。尤其现在什么东西都是冰冻的，会损伤人的阳气。人的阳气对于生命来说太重要了，不要轻耗，救都救不及，补都补不及，你还老去伤害它。另外一个就是荤素的问题，我们的生理告诉我们，草食动物的长和齿跟肉食动物的长和齿是不同的，这是一个客观的指标。肉食动物都是伶牙俐齿，都是尖的齿，我们的4个牙就是肉食动物的尖齿。素食动物都是平牙，我们除了这4颗尖齿之外都是平牙。我们有32颗牙齿，28颗是平牙，4颗是利牙。这就是我们该吃多少荤，该吃多少素的标准，大家自己去计算。05，病生于居处，好好睡觉就是养命。居处对健康也有很大影响，居处的环境实际上就是风水。过去认为这个是迷信，是绝对错误的。有没有风水？肯定有，只要有中医就有风水。风水跟中医是一个道理，他们都讲五行，怎么进气，门窗的走向，那什么气，就是阴阳，就是五行，没有丝毫迷信。人参是一个小天地，人参就是五行，人的五行的禀受是不同的，所以居住的环境，阴阳协不协调，五行相不相合，它会影响在这个环境里面居住的人，他的心，他的身。睡眠很重要，人生的睡眠实际上是一个补充阳气的过程。我们刚刚讲到阳气是人的命根，阳气靠什么补充？阳气耗散的途径很多，行动一切思维都在耗阳气，举手投足都在耗阳气。耗阳气的途径很多，可是补充阳气的途径很少，几乎就靠睡眠。所以睡眠几乎是养阳气的唯一方式，也就是养命的唯一方式。所以睡眠太重要了，大家不要等闲视之。养阳气的一大法宝就是要早睡早起。为什么要早睡？居处要有时，睡眠要有时。为什么要有时？
因为天地的阳气在这个时候潜藏，人在这个时候也是需要藏的。我们说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人体最好的藏的状态是什么呢？是睡眠。在睡眠状态下就养精蓄锐，阳气就会获得很好的补给，人的生命就可以持续发展。中医讲肾是主骨的，骨生髓，髓生血，造血是在骨髓系统，骨髓由肾主，而肾什么时候工作呢？冬季工作，也就是一天的晚上9点到凌晨3点钟，在肾当班的时候才造血。肾在怎样的状态下才当班？要人体处在藏，睡眠的时候才当班。在这个时段里一定要睡觉，睡觉了肾就能够主骨，生髓，生血，阳气就能够得到补给。如果在这个时候不睡觉，错过了，对不起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当然你也睡8个小时，但是你的这8个小时跟我的不一样。现代人习惯于夜生活，显然这个是有被天道的。希望大家真正的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，调整自己的睡眠，得到天主。我们很忙怎么办？我们可以早一点起来干活，如果实在做不到，那么你的双休日就拿来早睡，9点钟就睡觉，等于1个礼拜5天在透支，总有2天给弥补。但是如果那2天休息了以后，就放纵自己熬夜到3、4点，然后睡到11、2点，那更加完蛋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黄帝内经素问曰：人以天地之气生，4时之法成。人类作为大自然的精灵，只有亲近大自然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，才能在这个宇宙时空中健康的生存和发展。养生是人们在劳动和生活实践中，为了保护生命、繁衍后代、保持健康所进行的一些自我保健方法。现代养生是从生理、心理、社会、环境等诸多因素去考虑、理解和对待人体的健康与疾病问题，是以生物、心理、社会等角度确立医学模式，以控制和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率。其特征是从治疗扩大到预防，从生理扩大到心理，从个体到群体，以医院扩大到社会，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方法，以保障健康，延缓衰老，提高生命质量。天地人和，其核心思想为一个和字，经过几千年传承，已升华为一种境界，求同存异，对立统一，大同共生。凡得天时地利人和者，方可健康长寿。应天时，人赖天地之气而生，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。人体的脏腑功能活动和气血运行与季节的变化息息相关。一年之中有春温、夏热、秋凉、冬寒的4时气候更迭，从而使万物表现出生、长、少、藏的变化规律。人生活在大自然中，外界环境包括4时气候的变化，对人体的生理、
病理以及疾病的预防等，都有很大的影响。顺应时序的更仪进行调摄护养，就会健康长寿；违背了它，就要患病早衰。古代养生家十分重视四季养生，《黄帝内经》明确提出了智者之养生必顺40而适寒暑的养生要求和春夏养阳、秋冬养阴的40养生原则，并论述了春天养生、夏天养长、秋天养收、冬天养藏的各个季节的具体养生方法。在《黄帝内经》的基础上，历代养生家总结出了许多四季养生的理论和方法。春3月，属木，晚睡早起，节情欲以保生生之气，少饮酒以防逆上之火，逆之则伤肝，肝旺脾衰，肝木味酸，木能胜土，土属脾主肝。当春之时，食味以减酸，益肝以养脾气。夏3月，属火，生于长，养心气，火旺，胃属苦，火能克金，金属肺，肺主心，夏食之味，以减苦增心以养肺。夏季心旺肾衰，虽大热，不宜吃冷食等，饱腹受寒，必生内疾。秋3月，主肃杀，肺气旺，胃属心，金能克木，木属肝，肝主酸。当秋之时，饮食之味，以减心增酸以养肝气，早睡早起，收敛神气，尽吐尽汗。秋气燥，宜食芝麻、梨、百合、银耳等以润其燥。冬3月，天地闭藏，早卧晚起，暖足两脑，抱背避寒，扶阳在内，心格多热，切忌发汗以泄阳气。木物进火，足以长浊，肾旺心衰。饮食之味，以减咸增苦以养心气。冬月肾水未咸，恐水克火，心受病耳，故以养心，不可多食酒帛肉面之类。顺地利，人赖天地气味以养。我国地域广阔，各地的自然条件均不一样，因而人的疾病也有着地域性的差别。如寒冷地区人的毛孔腠理较紧密，外邪难侵，多内伤；热带地区的人腠理较疏松，病多痈痒。在一些山区多发生地方性甲状腺肿、地方性伏病、克山病等疾病。海滨地区环境湿度大，常引发风湿性疾病。唐代名医孙思邈说过，凡用药皆随土地所宜。江南临表，其地属湿，其人皮肤薄脆，腠理开疏，用药轻省。关中河北，大地干燥，其人皮肤坚硬，膜里闭塞，用药重复。由于人们生活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差别较大，故其生活习惯和饮食结构不尽相同，突出反映食物的地域性，是提高食物疗效的重要方面，更是人体顺应不同地理环境的重要条件。如东南沿海地区潮湿温暖，宜食清淡、长于除湿的食物，
西北高原地区寒冷干燥，宜食性温热，长于散寒。生津的食物，人类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，必须顺应自然规律的变化，应天时，顺得利，享人和，才能适应自然，健康生存。享人和，天地人和，生生不息。内经曰：天地和气，命之曰人。人为万物之本，亦为万事之主。人和的主体是人，中心思想则为和。这里的和是中和、平和、和谐、平衡之意。中华传统养生科学为世人所瞩目，它与西方养生保健模式相比，有许多特点和优势，其中最精华的是中和养生，讲究凡事要有度，任何物质由量变可引起质变，质与量的统一即为度，故中和养生的最大特点是度。度在养生学上就是和谐，就是平衡。平衡、和谐的养生理论是以整体观念为指导的。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无论哪一个环节发生障碍，都会影响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。整体不外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体内各脏腑组织的相互关系。人在自然界生存，就不能脱离自然，而且必须适应自然。只有达到人与自然相适应，体内脏腑、气血才能达到平衡统一。中医学认为，根据所处的季节不同、地区不同以及个人身体不同来调配饮食和养生保健，使生活有规律。这个规律既符合人体生理规律，也符合自然规律，就是天地人和。因此说，健康是一种和谐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，人与社会的和谐，人与人的和谐，人与自身的和谐。黄帝内经指出，人与天地相参也，与日月相应也。人生活于天地之间，时空之内，形神机能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。科学养生必须置人于环境之中，加以重视，给予考量。季节更替，昼夜变化，地域高下，水质土况，植被绿化，家居摆设，乃至于社会地位、生活境遇、人际事宜等，均可影响身心健康。视之则有利养生，逆之则有害健康。切勤慎调为要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我要健康。祝福大家都能够顺应天地规律，活出健康与幸福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